是真的，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是很难。哇，你看，哇，这个方向稍微黄灯红灯停，而且对面还有公交刹车，哇，它不减速的。有空隙了，走不走？看一下，1、2、3，它实现了。那不公加一下？哦，走错路了。美国司机开重庆开不开得懂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智能车研究所，我们的纽北自驾番外篇，重庆篇啊。是的，纽北自驾，你们爱看的各种弯弯绕绕8D 城市，还有这窄巷穿行，看 FSD 在这边。美国司机开重庆开不开得懂啊？对，那我们这回又下了血本啊，又在重庆租了一台带 FSD 的车，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啦，记得点个关注，一键3连了。对呀。刚才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都不用启动它，因为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在停车场出来都没出来就可以启动 FSD 了。是哦，所以它这一套等于 FSD 里面有 ASS 停车场的召唤啦，然后还有道路上面的领航啦，是吧？它是整个大模型是一体的。刚才有一个离岸行人的，这因为左手边那个行人他不知道他出不出来。哦，我哋去咗希爾頓咪第一個途經點啊？在斑馬線中右轉，隨後100米左轉。這個對，要把這個途經點給刪一下。100米左轉。希爾頓刪了。好的。对，这里我要对这个，因为是途经点的影响啊。我们刚才就特斯拉现在这个导航呢，就是跟我们国内别的品牌都不一样。它设了途经点之后呢，就一定要非常精准的到那个点，它才会把它删除。而且不像我们其他的车型，就是可以用高德地图啊，什么百度地图把路线同步过来。目前它这套是不太支持的。对，它虽然用的是百度地图，但是呢，就整个使用的逻辑跟我们平常又不大一样。所以待会预告一下，可能还会有一个小点是要稍微接管一下的。他怎么规划都不肯规划那个重庆的小下坡路。对，在道路尽头，我们为了尽可能的让我们的测试车辆都走同一条路线啊，我们会在地图上面打几个途经点的啊。但是刚才特斯拉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它的规划出来的路线都跟我们预料的、跟我们设计的有点不一样。好，这里稍微的压了一点点实线啊，但就不是完全压过去那种，所以我就没管它了。但目前为止啊，这台车在出那个匝道是最顺的，是的，车控是很顺。像这种前方有个慢车，它那个速度的控制真的是非常的好。好，这里又是一个难点了啊！看一下，这个是真的，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是很难。哇，你看，这个方向稍微避一下，它就过了。哦，向左前，你看，先走这边过去之后，我们要靠右直行啊，也不是靠右，是靠左。对，这个地方我们研究了很久，这个地方是地上的划线是很迷惑的。其实，地图虽然输出的是直走，但是左拐那个线是完全合理的，所以我就没管它了。对，按轨迹我们也是要左拐的。是的，这个地方真的很奇怪的。有重庆的朋友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在大田湾体育馆附近的这一个刚才那个分界线。好了，这边我们是要靠右过去的，黄灯了，黄灯啦，停不停呢？黄灯红灯停，但是过来这边不要挡住。如果要挑刺的话，我们应该走左边车道，因为这边是个公交车道。公交车道，但当然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还行，是中午的11点37分，所以倒不是公交车专用的时间。绿灯了，走。绿灯走不走？走啊！他走的吗？我感觉他是跟着那个车走。我也觉得是。他其实没有起步的这个意愿。对，SR 也没有输出绿灯。对，按照之前我们对这套系统的理解的话，它起步应该更快一点。好，我们先回到路上，看看这个弯弯绕绕的像猪肠一样的路。第一个看点了。是的，看它的跟线能力。掉头弯，速度稍微压到。哇，好顺哦！而且对面还有公交刹车，哇，它不减速的，完全不影响它的轨迹。对，哇，一点都不怂，而且它车头其实没有越线，没有，我们一直在我们车道内。对，所以他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很有信心的时候，他就对对向车完全不怂了。然后道路上这里加了难点，还有临停的车，我们稍微压了一点线，借了一下。但这个就借的有点多了，但回去了，问题不大，回去了，对，回去了，哇，好顺的第二个也，而且加了难点，他也没有停顿跟犹豫，直接就绕了，哦，哇，他开车控是真的顺，节奏是真的顺。第3个弯，再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留一下这个速度的变化是很缓的。
对对向也来车，完全不影响他，他走他的线是走得很稳的。然后出弯加速，方向都没完就回直，已经缓，哇，好像人开老司机的开法，真的。这个弯没有影响，他就很好的走在自己的车道上面了。对，跟刚才不一样了。而且弯中也有20多的速度，也不慢哦。好，然后马上前方有一个难点了，又有一个临停的了。对，然后对上还有车，稍微绕一下。哇，厉害！不带一丝犹豫跟顿挫就绕过去了，好像人开。好，最后一个难点了哈，汇入了。是的，掉头弯再加汇入。刚好有2个车给加一下难度，而且这个加了个视野遮挡的难度。好，有空隙了，走不走？是的，首先刹是刹的顺，但是他对博弈就保守很多了。有空隙了，走不走？看一下，1、2、3，你不走我走，我帮他一下，我帮他一下，我刚才共驾了一下，让他出来了。对，真的就是得靠你共驾那一下，他才肯出来。但是压实线了。过红绿灯后150米靠右。但刚才那个就比起我们之前测的车型啊，之前那车型我要不断的踩油门去逼它出来，但刚才我是点一下，就只要越过了刚才那个白线那个等待线，后面它就自己走了。所以它这个有点像是等你给前进的信号，对，他不愿意自己的去走，但只要你给了这个信号，他就能规划。对，而且刚刚看到你一点了油门之后，它 SR 的那个引导条就出来了，也就是说它是等你输出这个信号。对，它之前就停在那个线，它判断那个线是需要等待的。好，这里是掉头了。随后100米掉头。好 ，FSD 在重庆桥底的掉头，看一下菜园坝转盘，这是叫桥底掉头。后掉头，掉头。看一下这个掉头的表现，现在。然后前方是一个红灯，但是我们掉头是不受灯控的。当然我觉得 FSD 应该是看不到这个的。但是他想停哦。对，他想停哦，因为有红灯，旁边有车，所以他就停了。你看，不该他停的时候他停了。我后面没有车，我就先不管他。但我觉得他是完全没有。要不共驾一下？我共驾一下，后面来车了。对，有车来了。他走。对，走了。就现在 FSD 对于灯号的识别跟控制还没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应该要加入语言大模型了。这个掉头又是有点奇怪，他得懂中文字才行啊。他光看灯是不对。他好像判断前面有点东西。我再共驾一下，因为他没了那个 SR 引导条了。对，好，有了。它这种出主路的拐弯，基本上都是在等你给信号。但刚才那个情况不一样，因为我们前面出来汇入的时候，地上有那个停车等待线的，刚才是没有的。但刚才我看它好像是识别到我们前方，就可能那个坡度我怀疑是因为重庆太多这种就起伏的路面，我觉得刚才它是把那个路面的起伏识别为一个障碍物，就停下来让我来决定走不走。还是说这种掉头或者是出弯都有可能在等你给信号呢？这个也是一种猜测。对，好，然后顺便说一下，现在其实国内特斯拉车型用到的 FSD 还不是完全体啊。严格来说呢，这个FSD 是一个大的功能，然后我们现在用的是叫做经过优化的城市领航功能。这应该算是个大模型，一个大的体系底下的一个城市领航。对，所以跟美国那边的跟北美那边上路的 FSD 是不一样，而且版本号也是有点不一样。现在这个是13.2.6 好像是，然后在北美已经到13.2.8了。好，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它的表现。这边呢，就是有一点点博弈的场景了，但它的博弈没有很狠哦，你看留的距离是很足的。对，可以前面看一下，前面的车流估计会大点，我们再看一下。好，这边因为我们设了个途经点在右手边，所以它是靠右了啊，这个倒不是它抽风。然后经过途经点之后，它应该就出去了。但是呢，预告一下，就是下一个地方，又有一个右拐的路口，我就要必须我来把它转过去，因为这个导航输出的路线怎么都不肯转那个途经点是这个便利店 ，OK， 那就给点共价，先让它过了就把它删掉吧。OK， 应该过了得了，帮我删就可以了。哎呀，佢講法嘅啦。好，心情刪了，完成啊，就走了啦。一看一刪就走了。你看，但一刪了之後，那個路徑，哇，個路徑又變了，他要你掉頭。哎呀！嗱，我們這裡先停一下車去把它解決一下，都啱了嘛？咁樣啱啊！喺呢度要接。係咯，就這個地方，他死活都不肯下去。
那这个转向就很麻烦了。像这种情况，我要打个转向灯就很讨厌，还这样去抠，我都要玩到邊個掣，還要去找哪邊是左哪邊是右，一下子就車多了，哎，抓緊個空氣出去衝啊，然後再啟動，但 FSD 的啟動真的是快。就是它的启动的条件非常的宽泛，单机而且宽泛。对，你都不用说一定要走在车道上面啊，或者说要在什么地方啊，就基本上大部分情况都能启动。交互来说哈，以前还很多品牌会学早期特斯拉还要拨2下拨杆，现在特斯拉自己都改了一下，哦，走错路了。看一下，没有，他没有走错路，他是到最后才并进来。他是个博弈，他不是走错路。哇，没想到，对不起，我说早了。它还是挺这个就前面这个地方，对的，对。待会儿呢，我会先试一下用转向灯，看能不能逼它过去。如果不行的话呢，我就手动过去。那这里就不算进我们的那个接管的次数里面了，因为这个是真的是导航地图的问题。这跟你说跟系统有没有关系呢？严格来说也不关 FSD 的事。会不会它但是又有一点关系？那个地图反向匹配就不愿意走这种太变态的小路。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就是百度地图怎么都不肯输出那个走那条路的路线，但那条路其实在重庆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一条路，很典型的重庆道路。是，而且我们在不同品牌下的其他地图都已经实现了这么去拐，也有车成功走过了，所以证明它不是故意刁难的路，就是这里了。我逼一下，是要去长江滨江路，它完全没有输出到那个。你看，就跟当地人一样，我们这个奔驰往下拐，对，不行了。我这里帮他一下了，帮他一下，看他能不能输出一个新的导航路径。再启动。你看一下，这种弯中都可以启动。在地面虚线处掉头。你看可以了，就重新规划了。对，这个是要逼你。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走的路线了。进入隧道，因为这个掉头是我们设置的一个看点。你看暗光，然后隧道内，待会我们还要沿着导航，对，在隧道内还要选择正确的车道。它这个选车道算很早了，比起我们之前测过的车更早。之前的车可能出完这些弯，在这一块实现前才变道的。你看成功了，对的。这个红灯看那么多个红灯。可以的，它可以看这个提前减速还是有的。那这也看到了，最怕那种就是这个一个红灯，对，那边是绿灯，然后中间还有个实心的，那个时候我估计有可能会错判。好，起步走起步也挺快。这起步是他起步的，我感觉像你一起步一样，就好猛，咻一下就出去了。OK 因为现在 FSD 在国内的训练是用了一些公开的视频素材，然后在美国那边去训练的。那所以以那么少的视频素材来训练出来这样的表现，就已经很厉害。450米，相当于是给一个美国可能驾驶有一定经验的司机上一下中国的一些驾驶培训的课。对，就是让一个美国司机你来中国之前，你上网去看一下看看我们中国的路怎么样的，然后他看了一堆公开的视频过来，就我可以开了就过来了。其实有点像去东南亚那边拿当地驾照一样，就是去交管那边简单上个1-2个小时的课，然后你就有这个驾驶的资格了。对，这个途径点我就提前删了，对，免得影响我们的。因为现在有点挺尴尬的，就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这些数据呢是不允许流到国外去的。但是呢，特斯拉的训练的那个超算中心呢是在国外的，那所以呢，就数据出不去，算力进不来，这个就是特斯拉要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很头疼的问题。这边我们要拐左了，它提前就并过去了。算是一个折中的方案。折中方案。那现在呢，也有一种可能性因为特斯拉在临港那边，它不是它的厂在那边嘛，上海临港嘛。然后其实是可以在临港，就比如说把它一些计算卡
给运到临港，然后在临港呢只为中国这边的数据去服务去计算的话，那这种操作是允许的。但是问题又来了，就是如果他把那么大量的计算卡运到中国来，只是为了中国这边的数据训练的话呢，他们又可能觉得这个事情不划算。对，就过于偏倚了一边，反而显得综合性价比不高。对啊，成本就高了，性价比就低了。那但是这个数据呢又出不去啊，所以现在就特斯拉看他们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刚刚从那个途经点连续变了2个道来左边，都是挺顺的。好，起步。对，为什么不走？哇，这起步真的很猛的哦！你看，哇，包的左边，哇，因为它速度够快，所以它没问题的。对，虽然这个动作是包后面那个车，但是因为明显比它快这个方向不算是特别提倡，但是因为速度够快，所以结果是没问题的。对，就该果断的时候，它很果断。那些老司机的梗，只要开得够快，就不用看后视镜的，看前面就好了。那这个迷惑的红灯，看有没有迷惑到它啊？哎。可以哦，它没被迷惑到哦。首先是绿灯，我们是可以走的。对，那个是人行道的红灯，没有迷惑到它了。哇，成功！来黄灯了啊！哎呀，因为前车停了，前车停了，给它降了难度。对，降了难度了。但这个弯拐的也很顺，完全沿着自己的车道，就很果断，就切进来了。对，哇，你看这一堆红灯，它输出的。哦。他连你看一下右边的直行的绿灯，他都不，他看错了，这一个没了，也这个待会儿可能会闪一下出来，这个是对向人行道那个，现在60多秒的那个哦，还是说这个是这边的，这个是这边的，你看它的方向它是这边这个右边直行的红绿灯，它在不断的跳，就是介乎于看到跟看不到之间。其实这个是特斯拉之前，我最近看了一些特斯拉的那些专利文档啊，这是其中一个专利，就是它会通过摄像头用它的占用网络跟摄像头去把外面的世界把它合成为一个就可以多角度观察的一个3D 的世界。好，这个起步非常顺啊！你看都有逆行的骑行小哥，它绕行都很顺，对，它刚才一点减速都没有，也没有什么顿挫，对。哦，对了，这里就是我看的另外一个专利，就是他们在FSD 这个计算的网络里面，其实是有2个分支的，就是有这种，比如说行人自行车这种叫 VRU 啊，叫什么来着？那个就是需要保护的那些交通参与者吧，他们就会有一套专用的网络，就会谨慎很多的。然后如果是正常的车跟摩托车呢，他们就是用一套正常的网络，就是整个动作会迅猛很多。其实国内很多自驾系统也看得出有这个逻辑，但是怎么说，就怎么让2套系统切换不要那么顿挫也是个问题，因为这个绕行很果断，很丝滑，没有一点停。对，怎样去？就是你虽然是重点保护，但是你也不能让行车节奏太顿挫，这也是个问题。对。但是从我们上回在广州那边去测试的结果来看啊，就如果有行人的话，确实这套 FSD 它也是非常保守的。对，就尤其是对向朝你车头走过来的行人，还有就是什么早晚高峰期的学校附近的，基本也是走不动的。对，所以这2天我们在重庆这边去测试，就发现重庆的自驾的面对的挑战跟广州是很不一样的。好，到下一个目的地了，又可以编辑一下。就是要手动这样编辑一下呀，升银行。好，因为在广州那边就会有很多尤其我们选那个路线啊，会有很多电动自行车，还有普通自行车啊。你看当地的这种大巴开的比我们，我们走错路了，因为被那边遮挡了，他可能以为是变墙，直接规划绕走了，出现了一个走错路的。哎呀，不过这个不按导航走，这个我觉得怪他也有点刁难他了。但确实，因为他不大管导航的数据，是真的，他还是更依赖他看到的东西。对，他看到觉得那边一堵墙好像走不动，他马上就规划。脑子这个变化太快了。
这个有可能因为特斯拉在美国那边他们的导航地图的精度其实没有我们高的，那所以有可能他们一开始做这个系统的时候就是轻地图，甚至对，就只是一个参考。对，地图只是一个给大概的方向，然后就是系统自己来判断，就反正有路，大概是那个方向就可以走了，大不了绕一圈嘛，因为在美国很容易的嘛，绕一圈就回来了。在美国是要这种变通，但在中国就可能显得有点累不起了嘛。尤其在重庆，哇，这么近啊！没事，这个我都很放心。我这个角度看一个对，其实它那个灯它是不管右还是它看不到，它只是一个绿的。对，所以它停下来，因为它判断不了。你看它 SR 那个条，对，它判断不了，所以我帮它一下。现在我们是绿灯的，他现在还不懂得看这种带箭头的灯号。来，这个行人，他预防那个行人过来。他有顿，但最后还是没有让人家。对，因为可能在计算那个行人的距离。对，在特斯拉的这个FSD 里面啊，它会把所有交通参与者都会建一个模型，包括如果行人的话，它包括行人的方向跟速度、距离这些都会在它的模型参数里面，所以它会很快的计算这个时候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但如果刚刚那种情况出那种路口没有信号灯的话，我也挺好奇它会不会继续有一个 stop 观察的这个动作呢？就看有没有那个停车牌。它基本是就看那个牌。对，他看那个牌，就只要有一个类似了。所以之前圆圈停的，对，有个红色的圆圈，它有可能会识别为 stop sign 停车牌。因为它原生的训练数据里面是必须要看那个 stop sign 的，但在中国中国我们就不多，所以不普遍，对，有的没有。我昨天在开，就之前在开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有时候啊，那种是禁停的牌，它不是那种 stop sign，是禁停的牌，它就会把它识别为一个停车牌，它在那里就停下来等了，对啊，等你给信号它走，对了，所以还是水土不服现在。但在这种车多的地方走，它算走的顺。是我一路在聊天，对，它都没有很多顿的，对，提前量是很足，对，这个刹车，对，所以就是它提前量足，然后它的控制丝滑，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压力了。把这个空了之后，因为是斑马线的关系，可能是空了之后它才起步。不过现在才刚刚开始啊，你看后半段才是真正的挑战。这里就来到之前我们都是跟车辆去博弈的，这里就是呢有行人参与进来了，还有车在掉头的、接客的，这进入到另一个考验点了。这边是重庆的一个旅游区啊，接近朝天门了。然后刚好是午饭的时间，差不多，游客啊，包括周边出来吃饭休息的人啊，对，没有斑马线，让行人也是提前量是够的。它只要有行人，它就会马上切换到一个很保守的模式啊。你看这个就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前方有行人，它就相当保守了。但也挺好，你看人家看一眼，我们让了啊，马上就走。对。这个就是对于行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功能，但可能对于司机友好啊。对，对于司机，尤其是对于我们后方的司机呢，就可能就会觉得我们太墨迹了。反而这种好，在中国显得你是像个异类，就是对。这个确实，大家的驾驶习惯真的不一样。那像刚才那个左边进来的车啊，其实它可以不让的。对啊，但是它就很明显的有个让的动作，然后那个车就出来，它再跟进。但好的一点是，他让完之后，他的起步很果断，对，所以你是愿意让他去让的，对，他让完之后，他可以很快的就跟上，那没问题啊。有两个行人出来了，他就你看那个法拉利就是贴着，人家都招手了，法拉利还要贴着人家屁股贴着你走。好，看一下是不是没有行人之后，他就开始。是的，那这个车有点。我们为什么要靠右了？对啊，对咯。其实我们因为200米后有个右转，不是啊，因为你看200米我们过了路口才靠边。你定了这个途径点，但没必要这么早。你把这个途径点给删了吧，应该不影响了，现在可以把它删了。应该试一下。对，就是提前200米靠右，如果有右边的右拐或者途径点啊，这个倒是合理的。800米后左转。可以。可以了，对。那现在他应该出去了，看一下是不是啊？那真的是。对了，他就，但是因为有人，你看博弈有人，哎呀，那有人来他就停啊，对，他真的很礼让行人的，然后再找这块树，哇，你看这个跟进的速度，因为他后面还有对，我看到有车，他一下子就把人家砸住了，给油，
挤进去。就如果刚才那个动作不是那么果断的话，那就有可能后面那个车呢就会贴我们很近，然后博弈就失败，然后各种变道就失败率就高了。对，哇，他这有点东西，真的是。走左侧车道，前方。所以别说我们什么看到美国看到 FSD 就吹，真的你要横向体验过之后，你才知道人家哪些地方做得好，然后我们哪些地方需要向人家学习啊，参考。对，啊，这个就有点迷惑了。可能是因为刚才那个。那个公交车不是，就刚才有个两轮车过去，它可能一下子识别到就，但是有点太敏感，都隔了2个车道了。也有可能是这个距离。我觉得公交车这个不是这台车的距离。但是你看，哇，贴着后视镜过了。他只是观察，他没有说不敢过。对。但刚才那一下已经是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最急的一次刹车了。对，系统最急的一次，已经是最急的，也就那样了。对，之前的刹车都是很柔和的，都很舒服的。所以它的车控这一点，在越复杂的路况越看出这个技术的含金量。之前我们测过一台就是高性能的电车，6活塞碳陶铁的，哇，在这边那个刹车真的是每一下都是像胶水一样把它摁停在路上。这个它识别不出来斑马线，它这种舒适刹停也好，它只是知道有个东西，它是慢慢溜，没有怎么停定的，最后真的走不动再停。但是按道理来说，如果能识别出斑马线，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不应该这样停的，应该让出这个斑马线。对，应该就刚才早半个车身应该停下来。现在我们就是前车头大概有可能就引擎盖这一块是压在斑马线上面的，前轮吧。对，这个有点不大好，但是它识别不了，这个也没办法啊。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都说特斯拉这个摄像头的规格是很低的，但它识别出来的精度是不低的。你看它最远的地方对啊，就是那个路口的地方，路口横向过的车，它其实都能识别出来，而且还渲染出来。对，这个动画流畅度，你看这行人对吧？对，都有。因为它的前方的2个摄像头才500万像素的，我们现在主流都是800万的。对，800万，而且很多还做到什么3幕了，1颗长焦2颗广角。对，它就一长一广，它就2个。还有它旁边的摄像头的规格，全部加起来就7个。就这里2个之外，就只剩下5个。所以应了雷总那句话：摄像头不是越多越好。但是它以那么少的摄像头，那么低规格，你看它包括侧向这些啊，你看它识别出来都是 OK 的。这些人，其实这还不典型。上回在广州测，我在那个中山一立交的桥底就发现了，就我隔着中间一个绿化隔离带，然后隔离带外面2个车道的车，它的识别都是准确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哇厉害这个。所以当时在那片走起来的体验跟今天也差不多，对吧？就没有什么很急的刹车，很难受的。至少今天不多。就是那回我们在广州呢，就是路上有行人的时候就相当难受了，他就不肯走。就还是学校那一段，对，行人多。对。但今天这种就行人是被隔离出来的，专门有行人道的，就还好。对，所以重庆这边道路呢，就是跟VRU 的博弈场景会少，但是呢，道路的难度就道路本身的难度就高，因为又窄又多弯，然后又很多路口。对，所以我们在重庆踩点啊，包括测试这2天的总结，就是说这边的路是复杂，但是不乱。其实它各有各的秩序的，是不乱的，只是复杂而已。对，广州相对来说是乱一点。对，车你说那个鸡飞混行特别的多。对，鸡飞混行这边就不多了，真的不多。那行人是走行人道的，是隔离开的。这边的。对，其实电机什么摩托都是很少，个别爱好者以及从业人员，对，就没有说一堆个人骑的一堆电驴，对，歘的这种真的很少。对，包括这2天我们在重庆也走了挺多地方的。其实这一段路真的，看一下这个红灯，我还是踩下来，我还是踩了。他想冲黄灯，对他想冲，对。这个我就提前一点，因为毕竟这里游客多，我就担心，就如果冲黄灯，游客冲出来就比较麻烦。而且对这么旁边这种十字路口，其他车，大家车速都不慢，冲出去就很危险。顺便来一个静止的起速，对，可以的。因为FSD 它有一个叫漫游功能，就是到了停车场，
啊，就如果就你固定的车位被占的话，它就自己在停车场绕到可以找到车位。就为了达到这个漫游功能呢，就不可能跟地图太强的绑定，所以它必须要基于自己看到的实际情况，对，做一个第一判断。对，所以它就是有那种看到路就差不多方向就走的倾向。所以这就是导致它这套系统很容易走错路的一个问题。它真的就不听劝，不看导航。有好有不好啊，这个。我有同事用 ASS 在电梯口等他，等着，他说他自己开出闸机了，离开停车场了，越开越远，越开越远。对，因为他看到路就走嘛。而且停车场大家半径50米其实是可以绕很多个出口，不一样的路，可以绕很远的。好了，这边就起步了啊！前方还识别到一个货车，对，就是那个电三轮它识别为一个货车。起步，起步效率也还不错。这个哇，还被人家这样包过来，但是它速度就它没有急刹，对啊，就抬一脚油门，然后就过了。对，前方这里就是可能会有点积非缓行了，但是不多。这一段路就是跟我们广州海珠广场的有点像，对，又搓板路了，又商业的旺地了，又人车混行的多。但这个下坡速度我觉得控制的还好，它设定是40，但它其实没有用满。对，人来了，哇，这个提前量就很好。一旦有人，就马上切换到一个温顺的司机。一个是温顺，这个提前量很好。对。我很怕那种冲到人家膝盖那里才想刹车，这就太可怕了。对，然后FSD 是有2档的这个辅助驾驶模式的，这些哦，你看离这么远，人家撤回了，他都还是会让。对，他就会计算那些人的动向，就如果他们刚才是站在让我们的话，他也会很快的过去，就那个距离是足够的。但如果他们再站得靠近一点，哪怕他停下来，他也不会过的，他就让人过了。而且他让得很果断，这个也很加分。是，就很怕那种你对互相试探，对，那个也好尴尬的。你动不动我动一下，哎呀，你又动了，我又不动，1、2、3木头人一样。哦，他走了个最左车道，前走最左侧车道。不过这个就听劝了，导航让他走最左。对，这个走最左了是对的，因为马上在最左，对，左转。他走最左就避免了一个坑。之前试过几套其他的，就是走了中间，然后最后车道就没有走准。对，走中间就是视野开阔，但是最后就会踩坑。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我们为什么要走最左了。我们是第6车道左拐下去朝天门的。对，你看。第5车道其实是直行，是往那边的，所以它这一套系统在当地这个找路或者找车道能力还 OK 哦。包括一开始下桥的那个连续盘旋，它变道也是变得挺早的。对，我感觉其实它挺适合重庆这种小路多的地方。就是反正导航也是，你看导航也可能走错的，它靠自己的直觉反而有可能蒙对。对，比如说选这个车道绝对是蒙出来的，它一定不是靠导航的数据的，但是它蒙对了，或者这个提前量给它捉对了，因为有的城市如果最左边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一些积累。对，你看我们像刚才那个途经点影响，它也是这样的，它提前200米就200米之后是靠左，它就会提前靠左，靠右，它提前量是很早的，给自己一个足够提前量。好，起步过去。就我想说，有时候太早去到最左，反而会就提前在前2个路口就去了左转车道，但明明是直行，那个时候反而就也有可能也会错，也有可能。对啊，但是这个就拐得有点多了。现在是你走啊，可能他想走最左贴着过。好，我刚才是没有动的啊，我忍住了，让他自己选择。这个体感很像你共驾，但其实是他自己。对。哟，摩托车避让一下啊，后发起。对，我们要靠右的。对。没问题哦，很好哦。他找车道的能力在重庆这一块还挺强的哦。在红绿灯路口向右前方。对，我们马上来，哇，这个也很好，他马上有空位就来到这边了。
来到最后一个右侧车道。对，他就不会有那种我到最后才插进来的那种行为，给人感觉你快要走错路的错觉。只有一次，那次是为了博弈。但因为在重庆是这样的，你如果是想就走到前面就插进去的话，有可能就插不进去。大概率当地人是不让你，而且以重庆人的驾驶技术，不让你的话，你是更难过的。是，所以到目前为止都挺好的。唯一的1、2次接管，一个是导航设置不了那个路线，还有一个是防御性的冲黄灯。还有一个就被那个大巴影响了啊，就拐到右边去，就纯视觉给了他一个错误的判断，有点出乎意料的好。所以就我们还是要更多的。为什么我们要来到重庆啊？就是我们后来也发现了这套系统，它在不同的地方的表现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出于公平的起见，或者说就跟大家生活更贴近一点，我们也希望可以去更多的地方。去做我们的自驾纽北的测试，所以我们第一，我们是很宠粉、很听劝的。第二，我们也是充满了这个预算的，大家记得投币点赞。我们预算不多，大家要投币啊。虽然预算不多，但是我们很愿意花。好，这边让了一个出来的车之后，其实今天加的难度是很多外卖小哥，因为现在是午饭高峰期，大家都过来取餐。这个地方呢，之前有2台车都是会这样骑的，但这个不怕，这个纯视觉，它不听导航，不依赖这个定位什么的。它不管你导航在这边有没有路线，它反正看着地上的划线就走了。但这个地上的划线会有点迷惑啊，前面那个这个虚线会看起来因为反光的原因有点像实线。你看这个就跟我们之前体验不一样，导航是要它左拐，为什么它有打右边灯靠边嘞？而且就这样就幸好那个车走了，否则他就傻傻的跟着我们。但他不应该打这个右啊，我们是要去左边这样掉头的嘛。我们已经没有途经点在这里了吧？给大家看，没有的。他突然就他可能把它识别为一个，他又打左灯闪走了，识别到自己是一个 Robotaxi 是吧？他想接客，有可能。我要共驾一下了，他不走了。共驾，就地上这几条航线，它可能识别为一些停车线之类的东西。只要稍微给一脚油过了那几条线，它就 OK 了。对，他不纠结了，从不纠结。你要给信号走，他真的就愿意走。是，然后去左转，后200米到达目的地。拐，没问题，没问题。对，那我说的就这个，大家就屏幕上面看可能以为是实线，其实是虚线。这个角度可能看得清楚一点，而且有点反光那个地面，对纯视觉是有影响。刚好压的最后几秒转过来了。200米后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了，这就到了。真的比想象中要好一点。公正来说，真的是目前测过几套系统里面，它体验是综合第一梯队的。首先车控顺，在重庆就很加分。因为重庆大家看到这里我接管了，因为到达了。路况是比较复杂，而且很多临时的情况，你要是开不顺的话，那个刹车急啊、油门顿啊，就很难受的。尤其是不犹豫、不纠结，对，这么去说应该更准。就有的车可能看到这种互相博弈，它互相试探那种你感觉很纠结，就很钝。它真的不犹豫。向左后方转弯。有点意思，有点意思。但是我听说我们几个品牌，理想还有软融。他们都在做 VLA 了，他们应该可能今年下半年 VLA 会出来，到时候的表现呢，理论上来说会比这个更好，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期待一下。所以我们测这个不是说什么为了吹什么为了让你们花6万4买，而是告诉大家有人在中国已经做到这样的地步了，所以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卷。为了就是让大家每个人花，无论你是买哪个品牌好，你都是花了大价钱，希望有好的体验嘛。所以标准或者叫什么高分答案学霸就摆在这了，大家记得关注就黑说一键3连支持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行了，好，拜拜。为難他的時候來了，係。一啲問題都冇。注意提前走最左側車道，150米後向左後方轉彎，右轉，隨後200米向左後方轉彎。拐得還挺順喎。
哦，甚至没有什毫不犹么担豫心哦。对呀、毫不犹豫。哦，而且它 SR 进度条是一直是在的，它没什么犹豫的。对，摸就摸呢，玩嘅。他就靠那有限的摄像头，能把这些路给画出来。但而且呢你看他这个路其实画错了。要变转弯半径了，变方变向了啊！想一想，拐，反正有路就走。诶，对了，看到这边再拐，有点近但问题。所以他不靠地图，他真的完全不靠地图。所以他在国内管你什么地图图上，我都不靠，对我自己開。佢依家先50%咋？係喎，哦這條隧道500米長啊！哦，唉，有啲暈點。在道路我好尽头玩呢右转，然后立即右转。还有200米。後來我們那天來這裡走的時候，那個重慶本地司機開車啊，他把一個5.3米的 MPV 開得28、9公里時速劈着上去，哇！本地人真厲害。哇，他還打燈，哦，你還挺有禮貌。不，他左轉燈，他是要離開這裡。哦，我知道，他判斷我們是在一個環島，他想離開這個環島。他提示你定位不佳了，但是他發現這個環島怎麼？玩不玩？他可能以為自己見鬼了，就懵了，鬼打牆了。鬼打牆了，對啊，我進入一個時空的黑洞啊！看到盡頭了，哦，看到能不能過閘機？誒，兩個，誒，是可以的，想一下，可以的。哦哦，你看過閘機啦，誒，減速帶卡了他一下，沒問題哦。然後他去哪裡呢？他就一直繞啊。哦，他不會停下來，他還不停，他不停的，他不停的，這是一台永遠也不會到達終點的特斯拉。 150米後，人家定位在上面，地圖那個導航在上面，你讓人家下地庫在那繞，他不管，他能不能一直繞到富山，然後再繞回出口？我覺得他是隨機繞，係，對啊，他真的不打算停，他不停的，你看，哎，是因為沒有啊，看到那邊，對，他看錯了，嗱，到了暗光的地方，攝像頭的問題就來了。他判斷不了那些車，也沒有，他想一想而已哦，先是看清楚，視野不好啊，邊度嚟㗎呢度？看一看，哦，唔識路啊，嗱，就傻傻地啦，開始有啲傻，後邊嗶嗶啦，誒，我幫佢啦，幫佢，不行，一個視力不太好的美國司機來就最，哇，好啦，唔玩啦，唔玩啦。